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说过善意的谎言？我有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这个故事要从去年开始说起。去年暑假开始，我尝试利用课余时间，成为了 Holiday Angel 假日天使。随着台湾高龄化、少子化、子女外出就业等情形，许多老人被迫独居。庆幸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愿意投入志工的行列。假日我会到社福单位学习陪伴长者，与其说是陪伴，倒不如说是在长者身上学到了很多课本没教的。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中正纪念堂的张奶奶。清晨的中正纪念堂看不到拿着相机拍照的游客，却能够看到一群又一群在运动的爷爷奶奶们，举凡5型健康操、气功、外单功，或者是把全身打得噼里啪啦响的活血功，都难不倒他们。在一次的闲聊当中，我夸赞练气功的张奶奶，很是佩服她的健康观念及毅力。她却笑着跟我说：“妹妹啊，我们来到这里不只是运动，更多的是有人的陪伴。我的儿子、孩子、孙子都在上班上课，假日还要补眠，没有人有空陪我。但是我来到这里，和我相同的人作伴，多好啊！不是我有毅力，是我想要感觉我还活着。”听完以后，我内心有莫大的感触，更多的是想到了我的阿公。我们家是一个3代同堂的家庭，成员有我、妈妈和阿公。虽然说是3代同堂，但是一代只有一个，所以阿公其实还是很孤单。他是个典型的宅男，不爱繁华的霓虹灯，就爱阿嬷那锅不坏卤汁，越卤越香的红烧肉。可惜阿嬷先走了。有邻居想要帮阿公介绍作伴的人，他总是腼腆的笑说：“免啦，阮某给你等我。”阿嬷走后，阿公更加不愿意出门。和很多长者相似，每天就坐在电视机前面，看着那重播再重播的剧情。我们无所不用其极的想要借由各种理由带他出去用餐，他都说很花钱呢，不愿意。没办法，这时候只好使出善意的谎言卡，跟他说这是抽奖抽到的公司员工福利，或者是我们就定位也付钱了，不去没办法啦，他才愿意出门。但是这也不是一个长久之计。后来终于被我找到办法了。高中我加入了大众传播社，学习如何拍摄微电影。阿公知道我很喜欢拍影片参展，曾经不经意的跟我说：“你若是有需要演员，会当找我哦。”这不就正中我下怀了吗？所以我就利用拍影片的借口，假日就带着阿公到各个景点去游玩、走走、吃美食，而阿公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我的最佳男主角。现在举凡是亲子运动、租税、孝道、旅行的影片，都可以看到阿公的身影。借由善意的谎言这个小技巧，是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问题，也让我跟阿公的关系变得更加靠近。所以如果你平常有时候也觉得跟长辈有点难沟通的话，不妨试试看这个办法，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。接下来我要分享一个很特别的故事，故事主角是刘长寿爷爷。这名字听起来就可以活很久。他今年已经95岁了，而且身体还非常的硬朗。有一天我去他们家吃晚餐，其中我发现爷爷的声音有点沙哑。我原本还以为他是不是生病了，
结果吃完饭，大家聊天，他声音又好了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他一整天都还没有跟人说过话。由此可知刘爷爷的寂寞。那天吃完饭后，爷爷突然提议想要打麻将，大人就说好，为了让爷爷开心，绝对不唬他的。但是他那天手气真的很差，怎么办呢？于是又换我出场了，再次拿出善意的谎言卡。我要干嘛？我就负责站在爷爷的后面，然后用比手画脚的方式告诉大人他要什么牌，像是我就6筒3条这样，然后大人就会把牌打给爷爷，让爷爷开心。在那天以后，我只要有机会都会去找爷爷聊天，真的是不说不知道，一说吓一跳。爷爷年轻的时候居然开过个人的摄影展，还当过日文的翻译人员呢。其实善意的谎言没有不好，有时候甚至是温暖的。现代年轻人与祖辈相处的时光大部分并不多，关系与互动也较不亲切。我希望能够借由我的故事，鼓励年轻人增加世代对话，珍惜与祖辈相处的时光。最后，我想说，要成为 Holiday Angel， 并不是一定要到社福单位当志工，只要我们愿意用假日的时间，多多陪家中的长辈，聊聊天、散散步都好。没有和家人同住的，也记得放假一定要多回去看他们，这样就是最好的假日天使了。很多时候，家中长辈他们表面上提出的拒绝，其实是来自他们不想要麻烦子女或是子孙的心意，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渴望一份关怀与陪伴。只要我们使用活力与善意，长辈们自然也能够放下这份顾虑，在我们的陪伴中绽放笑容，而我们也在他们的生活中注入热血的火花。在志愿服务的过程中，用生命影响生命，让爱传播到世界的角落，用我们的努力换取世界的微笑。我是吴若梅，谢谢。